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又到了我们宅记七夕的时间了。今天没有特别的主题，主要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疫情待在家的时候翻到的旧漫画跟动画们。最近疫情的关系，我几乎是把所有的外出行程都取消了。毕竟万一我中标，你知道日更也会受到影响，而且也会让公司空转个几天。所以我最后呢就选择了在家里看漫画跟看动画。但是这季呢，我最期待的这个夏日时光台湾版的 Disney Plus 竟然没有，真的是有够哭。但是你知道，为了支持自己喜欢的创作者，好就含泪接受。那如果大家有知道哪边可以看到正版的夏日时光，请跟我讲，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看。总之，我除了看看这季的新番《Spy Family》跟一部动画电影之外呢，最近主要就挖了一些比较旧的漫画还有动画来看看打发时间。不过在开始分享这一次的金单之前呢，按照惯例还是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常常会需要提案，但每次辛苦准备的成果却又被嫌弃逻辑不通，根本看不懂吗？等等，你的救星来了！这一期的架构性思考这门线上课程，我们会分享这一期多年来的独门心法，教你用一套有架构的方式，从资料搜集、资讯梳理到观念表达，一路畅通。很多学员都会分享，上了这堂课之后，他有工作提案都不再焦虑了，就连各种议题的讨论也都能够让人刮目相看。而在5月16到5月31的期间呢，这门课程正好有9折的线上优惠，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网址，把握5月的优惠码吧。第一部不是旧的，而是刚刚提到的新番《Spy Family》。这是一部很轻松的搞笑小品，而且我在写这一脚本的时候呢，才发现，我竟然没有介绍过，有够震惊。因为基本上呢，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漫画。他的故事是在讲说，有一个国家派遣了一个帅哥间谍黄昏，为了重要的任务潜入邻国。而为了做这个任务呢，他必须要快速的组建一个家庭。结果好死不死，他竟然领养到了一个有超能力读心术的小孩，还跟一个其实是杀手的女性伪装成了一个家庭。这3个人都在隐瞒自己的身份，然后根据这个自身的人物设定呢，闯出了很多的闹剧，同时又在过程当中慢慢的培养感情，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而除了剧情轻松好笑之外，它的画技也非常的好，在分镜的处理上面更是干净利落，所以我蛮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的。那最近它比较有讨论度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动画版刚上，而且是在 Netflix 上面就可以看到。不过由于这部作品的笑点比较是建立在人物内心独白的吐槽上，所以在这个动画的节奏上面偶尔的变得有点拖沓。那这边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在看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去找漫画来看看，相信我不会失望的。那再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让我听见爱的歌声》。这部动画电影是日本在去年年底上映的，而台湾这边呢是在今年初上的。那现在可以很简单的在动画风上面就找得到。这个故事是在讲说，有科学家发明了一个会唱歌的 AI 机器人，然后偷偷的投入到一所学校进行测试。那因为这个 AI 机器人有点呛哦，所以闹出了一些笑话，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意外的修复了一些人之间的感情。基本上呢，就是融合了青春剧还有爱情剧，然后还带有了一点点的歌唱元素在里面。那我在看的时候，就是很直觉的跟这个《龙与雀斑公主》进行了一些比对。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让我听见爱的歌声，它没有过多的野心，所以他把这个议题控制的比较好，也因此整体的观看体验是比较好的。该唱歌的时候就唱歌，该撒一下狗血的就撒，是一个蛮王道的作品。那由于也不是特别的长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蛮适合这个配饭啊一起看，也很适合跟家人一起看，是蛮不错的，推荐给大家。那再来就是一个旧作的部分哦，我最近重新在看的是这个《冥王 Pluto》，这是一个科幻悬疑漫画，它的作者呢是浦泽直树，然后是改编自手冢治虫的这个《原子小金刚》里面的地上最大机器人篇。这整个故事的结构是在讲说，在这个机器人可以跟人共存年代，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件，世界上面最优秀的7个机器人陆续的被针对、被杀害，而我们的主角叫做盖吉特，他是一个机器刑警，他为了阻止这个事件，展开了一连串的调查。那这个故事它的调性呢，就是非常的悬疑、安静，然后悲伤，甚至可以说是用很冷静的方式带出了一些很黑暗的提问。里面讨论了很多关于人的哲学问题，像是有一段在讨论最完美的机器人要有什么特性的段落呢，就让我非常的深刻。我觉得这个作品很适合你一个人慢慢的看，一天可能最多看个1到2集，然后花个1个礼拜好好消化，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故事。对了，我们团队最近呢刚好也在写一个关于人形机器人的影片，会讨论现在真实世界的机器人议题，有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哦。
好的，那接着我要来介绍的是黄金神威哦，因为最近日本刚好完结了，所以前阵子呢我就从头的开始翻一遍，看的时候真的是一直觉得哇，北海道的漫画家真的都是怪物哦。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设定在明治末期的北海道，爱奴族的阿喜利帕和日本前军人山原佐伊两个人一起寻找价值上亿的黄金，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结合了爱奴族的语言、狩猎文化，甚至是美食、军武跟战争，会让你很沉浸在北海道的历史跟文化里面。我觉得这是一部考究非常细腻的作品哦，而且不会太硬，因为它把刚刚讲到这些要素用很自然的方式融入到了一个王道漫画的结构当中，整体来说是蛮稳健的。那我认为哦，除非你就是不喜欢这个类型，不然应该都是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到乐趣，所以真的是超推荐给大家的。那最后我再重看的是这个岩泉啊，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哦。在今天的漫画当中，岩泉应该是属于最猎奇的一部了。那这个是《链锯人》的作者藤本树的作品，它的故事有点复杂，不太好说。为了不爆雷，我这边尽可能的小心的讲。它基本上是在讲说，在未来有个冰之魔女用她的能力让整个地球被冰雪覆盖，而有些人他们天生就会用一些超能力哦，被称之为是祝福者。那男主角艾格尼是一个拥有很强大的再生能力的祝福者，他跟妹妹露娜相依为命，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那有一天，有个军队就因为了一些原因，就用一种在目标烧死之前都不会熄灭的火，把他们的村庄给灭了，同时也烧死了妹妹露娜。那艾格尼因为有着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所以他没有死，但却被这个在目标烧死之前都不会熄灭的火给攻击到，所以他最后就在一边燃烧一边再生的状态之下，在冰冷的世界里面踏上了复仇之旅。乍听之下好像是一个很王道的作品哦，有超能力，有复仇目标，还有妹妹，但它其实是一个蛮邪道的作品。你会觉得这个作品一直不断在虐这个主角，可以想象哦，有一个空荡荡的大舞台，然后上面有着很多的演员们，然后呢，作者呢就作为导演，然后翘脚，然后坐在台上，然后就要主角一直去经历各种惨事，然后还大骂说啊，你就给我想办法演下去啊！不是说要活下去吗？好。真的有点难形容，但大概就是这种有点旁观、有点冷，但又很深刻的阅读体验。所以我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作品的。它只有8集哦，慢慢的看呢，1周一定也可以看得完。然后记得到时候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心得，给他一个机会，真的。好的，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推荐的几个作品哦。那如果你疫情待在家，也有发现一些不错的作品，欢迎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到底下的留言区留言推。那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去看看我之前分享过的5部轻松又精彩动画，还有跟阿迪一起聊的2021最热门漫画。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次再见喽。